在下怀化将军萧平京，见过康王爷。长林王的威名，本王仰慕已久。当年的长林世子，在我大虞国也算是人尽皆知。不过本王孤陋寡闻，萧平京这个名字还从未听过。边境这等大事，贵国就不能派个说了算的人来吗？承蒙家父信任，在下已经承接了长林军令，边境的所有事情由我做主。看来长林王一世英名，还真是要后继无人了。本王对贵国的政务不感兴趣。言归正传吧。在我大梁国丧期间，将军无故犯我边境，烧杀抢掠，我劝将军还是放弃这种违背信义的行为。荒谬！自古胜者亡，败者寇，哪有什么道义可言？更何况一件数字，又怎能知晓？我的人呢？实现敌手，犹如我大禹铁骑之威名。我皇属男儿，只可玉碎，不可苟全。必亡，此乃天助我也。平京，我知道这秦陵朔掌印之后，边境必定不会太平，可没想到他的杀伐之心居然如此之重。枉费他侄儿替他守口如瓶，他这一剑倒是告诉了我们他的意图如何。可他到底是什么都没说呀？难道他还有什么战事计划吗？他是在告诉我们他的决心。决心？就凭他杀了自己的侄儿？以今日之见，此人心性，几乎可以断定，我等与他必有一战。东清鲁昭，在。明日随我前往大禹。二公子，将军，将军，不能去，二公子使不得呀！平清，你不能绝不同意呀！将军，三思啊！诸位别急，请听我慢慢解释。越境入渝，你怎么解释都不可以。魏将军虽然有些急躁，但话没有错。咱们长林军已经没了世子爷，你再有什么闪失，我们谁还有脸去见老王爷啊？咱们长林军18万将士，时时承受着大禹的袭扰。导致各部每隔2年都要补充新兵。咱们驻守的北境一线，从同安、飞山、宁州、梅岭、莫山，再到甘州，9座边城，几10个小县府，未曾被大禹侵扰劫掠过的，一个都没有。这战事连绵，变幻不断的日子，滋味究竟如何？诸位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不是吗？大禹抗王秦陵朔已经拿下了皇蜀军主帅之位，两国之战在所难免。他此刻战备到了什么程度，
剑锋究竟会指向何处，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只图孤营自守，绝非守卫国土之上策。秦陵说不会放弃我大梁国丧之计，这个咱们各营主将心里也有数。可是探查大鱼动向这种事情，交给我们派出的谍探就可以了。将军，您没必要亲自去啊。是啊，您没必要亲自去吧？谍探肯定是要用的，但没有清晰的指令，他们送来的消息未必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我不亲自去趟大禹，很难做接下来的安排。再说了，我好歹也算是学艺多年，真要遇到什么情况，别的不敢说，但那是逃跑总还是跑得了的。你们不用这么紧张，北京重责一向由大哥承担，这次该轮到我了。好吧，说好归期，二公子逾期不归，我等可是要向京城的老王爷禀报的。也不知道父王是否一切安好。给你。金丝软甲，这是何等宝物？这份礼物太贵重，庭生不能收。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这是飞流送给庭生的，你要说跟飞流说。老王爷，该吃药了。该吃药了。哎，您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来打理。这人呢，真是老了，越是久远的事情，越忍不住的要想起来。大概是快要见堂去了。老王爷，看把你给吓的，我只是感慨而已。哎，请药。亭长走了，先帝也走了，就算是为了平京，我也要多撑些日子。进。二公子，杜大夫，有事吗？二公子，这是要亲自去趟大禹吗？看来军中兄弟们也都拿你当自己人了。小鲁将军今天拿了许多大禹人的衣服，又让我准备这些成药，我就猜着了。这是日常防治风感表症的，这是缓解水土不服的，去湿毒的，还有治外伤的，我都备了些，但愿用不上。有劳杜大夫了。前些日子接到消息，说我们姑娘过了宁州，一直向北。若是中途没有另改去向，想必此刻也已经在大禹境内了。你说林夕在大禹？你确认吗？姑娘也不常捎信，我也只是猜测而已。二公子和姑娘好像冥冥中有某种缘分似的，不经意间就能碰上，说不定这次也能碰面呢。甘州营就拜托诸位了。
二公子，保重啊！撤！我找了这么多，你看够用吗？多谢。客官住宿吗？要什么样的屋子？不临街，不临中庭，不开窗。好嘞。上次那批图卖的不错。属下席凯自冀都而来，拜见将军。快坐吧。谢将军。这大禹境内各处的情况，刚刚一时已经汇总过了，就等着你来听听冀都的动向。这康王怎么会到盘城来呢？应该是想要赶紧收获战功，堵住大禹朝中质疑的那些人。质疑的人，他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针对杨王阮英吧？可以这么说。而且冀都的各营士兵也都有来自盘城集结的消息和动向。这秦灵朔和阮英已经彻底撕破脸了，是吗？除了当面还留有一丝客气之外，他们彼此之间争斗之烈，称得上是势不两立。盘城是大于南境最大的城池，向来是皇蜀主营驻扎之地，加上近期大军集结，看来我们得在盘城多住些时日了。可是盘城半城都是军户，恐怕藏身不易啊。总是会有办法的。本王前脚才离开京城，这些乱七八糟的奏本就开始飞向陛下的身边。王爷请息怒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姓阮的那一派一直不忿您得了皇蜀主帅之职。阮英，本王既然能把皇蜀军的帅印从你手中拿过来，就不可能让你再翻得了身。阮英这个人十分狡诈，最会联络朝臣。王爷您才走2个多月，他就能折腾出这样的声势，属下以为绝对不能疏忽大意。
什么省事？他阮英不就是纠结了一帮人在陛下耳边叨叨，说本王暴虐好战，有伤天和吗？这一次本王倒要让他们好好看看，待我皇叔铁骑踏平四方，凯旋而归之时，陛下还会不会说我暴虐好战？姑娘，姑娘，大娘，哎，姑娘是在担心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吧？是啊，时大时小，都下了好几天了。这种雨势啊，即便是停了，这山间土路松脆，也是不好走人的。依我看，姑娘不如安心的在我这里多住些日子，到时候我去找些老猎户打听打听，最好能找到个向导，带着姑娘进山，这样我也才放心。那也太麻烦大娘了。嘿，麻烦什么？若不是姑娘出手诊治，我现在呀就得在我们当家的坟头上去拔草了。怎么样？不错呀，肯定是好酒。帮我多传传啊，没问题。当家的，哎，胡爷，酒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在那呢。来，装车。哎，对了，正好，你让他们也尝尝我的酒。哎，啊，好嘞。胡爷，你来尝尝这个。不错，谁家的？哦，这楼墨人刚送来的。这位兄弟，楼墨人是。之前怎么没见你来过呀？我们家的酒啊，之前到北燕就被抢光了，现在要不是那边打仗，我们也送不到这儿。来，你们俩过来尝尝。哎，哎，我来。来，那你可以去大梁啊。大梁那边的人啊，都娘们兮兮的，哪喝得了这么烈的酒啊？还有吗？有，要么您跟我来。走，我们先过去了啊。好，你们俩去。行。掌柜，请问这个有整株的吗？啊，无情子啊，这个无情子只有果实才能入药。你要整株的有什么用吗？无情盛产于此，我还以为能看到整株是什么样子的。药农采来的时候就这个样子。姑娘想看整株，只能去城西佘山深处自己找一下了。好，谢谢掌柜。拿好啊，谢谢。慢走。姑娘，你要买什么啊？请问这无情子有整株的吗？哦，这个没有。二少爷，那是什么地方？看样子应该是这2年新修的白神院。大禹居然也开始有人信白神教了。是啊，我以为大禹人凶蛮好杀，什么都不信的。瞧让你说的，大禹民间啊，向来和咱们区别也不大。不过这祭祀供奉另有风俗罢了。二少爷说的对，都是活在世俗间的凡人。谢谢。有谁真的敢不敬畏天道呢？二少爷，怎么了？应该是我恍惚了。客官，二公子，您总算回来了。你见着胡松了？他有什么消息？他只是康王护卫，军情所知不多，只知道秦灵朔从京城过来之后，在盘城帅府只住了几天，便直接去了驻营，亲自监督操训战备，抓得很紧。这是他绘制的地图，按照胡松所说，
康王的军营大概驻扎在这个地方。要是能混进去看一眼就好了。虽说咱们有胡松做内应，但这大营之外重重哨卡，不可能混得过去啊。是啊。要是不走哨卡行得通吗？不走哨卡。看这儿，佘山。二公子，咱们来这一趟，打听到的消息已经够多了，不一定非要冒这个险吧？我自有分寸，你也不必太担心了。冬青，你出去一趟，帮我打听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姑娘，大娘请进。我熬了粥，谢谢大娘。姑娘明天还是要去佘山啊？大娘不用担心，我时常在野外采药，比起之前去过的好些地方，佘山不算什么了。那你可要记住我的话，不要走得太深啊！翻过主峰那边有一座大军营，根本没有路。谢谢大娘提醒。老伯，打扰了。这山还能往上上吗？上山？啊，能上。不，老伯，这山上还有路吗？没路。没路？不是，这没路怎么上去啊？爬。老伯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今天早上有一个姑娘就是从这儿上去的，说是上山采药。你们几个连姑娘都不如吗？这……多谢老伯。哎，多谢老伯。哎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只是巧合。其实这1年多来，我总在冥冥之中能得到你的消息。我去狼崖山上的时候，大嫂她告诉我，你想遍访天下草植，可我有军务在身，无暇顾及。后来当我决定来盘城的时候，窦大夫说你可能就在大禹。那天我在街道上好像看到了你，可大禹毕竟那么大，可能只是个幻觉。但后来我让冬青去挨个店里打听了你的情况，
没想到还真有个掌柜记得你的样子。刚刚在山下，我看见个猎户。你其实仍然不想看到我，对吧？我总是能想起1年前，想起那时候我们多么轻松快乐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必须要带你回去。跟我来吧。这等阵仗可不是随时都能看见的。从当前形势来看，大约和我们之间必将有一场战争，两国交锋难以避免。你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恐怕会很不安全。你来这里是为了大战前的探查吗？只要我确定了抗王大战的决心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你不打算阻止他吗？他如果能不挑起战事，那我自然最省心。可就现在的情形来看，恐怕也只有战争才能阻止战争了。这1年，你变了很多。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了。我知道，你不想让老王爷和世子失望，所以才一直用世子的言行要求自己。这1年以来，我终于明白父王和大哥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苟言笑，将整个国家的命运背负在肩上，是真的开心不起来。平姐，可今天见到你，我真的感觉像回到1年之前。有人。将军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林夕姑娘。啊，林夕姑娘，原来您就是济丰堂的林夕姑娘啊！你怎么知道我的？那当然了，我们将军营中的杜大夫也是济丰堂的。侦查的怎么样？查的差不多了。这里加上东大营，我和鲁昭计算过了，可驻20万大军，还有粮草。20万。从现在他们的粮草储备以及源源不断的增兵来看，一定会南下。此战不可避免。那个秦陵朔肯定是要打了，但是我看这粮草撑不过1个月。还好将军来得及时，我们可以提前有所应对。让开！别让开！谁呀？是康王吗？你不认字吗？阮英，黄蜀军前任主帅阮英啊！当年世子就是他。放心，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不会乱来。这阮英手上都已经没有帅印了，他来这盘城帅府干什么？这一仗若阮英也来了，我们要面对的
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。走。这个时候又冒出个阮英，将军，我怕其中会有变数。但也可能是个更好的机会。二公子的意思是，胡宗还在城里，联系他。明天我要去黄蜀军营。什么？阮英来了？是，阮大人说今日在盘城歇息一天，明日前来主营与王爷您会面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就会会他。二公子请留步。我们走后，东七会送你出城。你沿官道向南，在最近的一个驿馆等我。如果3天之后，没有如果，不管几天，我都会等你一起走的。好。这儿的山坡啊、树林啊，都是一个样，连条路都没有。走到哪儿我都感觉是第一次来。是啊，当地人都知道山那边是什么情况，不会有人翻越的，自然都是没人走过的野坡了。辛苦倒无所谓，关键最怕迷路。胡松，怀化将军，让您久等了。快起来。阮英到了吗？还没有。那还来得及。我想听听他们谈话的内容，有可能吗？我来想办法。好，卢昭、谢凯，在。你们2个在这儿等我。将军，这我进去我不干别的，带着你们2个谁都是累赘。不服气，忍着。走。将军，阮大人走到哪儿了？按二郎们通报的时辰算，应该快到营外了。本王是个懂礼之人，既然人家来了，还是出去迎他一下。见过康王爷。阮大人，本王军务繁忙，无暇陪客。阮大人有何指教，尽管直说。王爷，当着儿郎的面，何必呢？你我进帐内叙话可好？请。
什么？要我按兵不动，把准备了足足2个多月的计划放下来？这只是陛下对王爷的建议。阮大人，这到底是陛下的建议，还是你阮大人进的谗言？王爷，您真的认为现在是进攻大梁的最好时机吗？你一向自诩为名将，这样的话也亏你问得出口。现如今大梁皇帝驾崩，东宫少主登基，他萧庭生为了保住皇权，守在京城一步也不敢动，却把一个乳臭未干的庶子派来镇守边关，这样的时机可谓是100年不遇。阮大人为了挡我的路，竟然连这样的机会也装作看不出来吗？我与长林军在边境对峙近10年，可谓知之甚深。长林战法飘逸灵动，其各营主将之间配合默契，绝非单靠萧庭生一个人。阮大人这么多年在长林军手上从未讨得半点好处，今日为了自己的颜面，竟然把对手吹嘘得如此强大。本王承认，他萧庭生是有点本事，可如今大梁朝局不稳，这长林王根本就没有精力把心思放在边境之上。他精心调教的大儿子死了，便匆匆忙忙地把小儿子放过来蹭军功，这样的大好时机，本王若因你阮大人的嫉妒之心就白白放弃掉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。古兵法有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王爷出领皇叔帅印，请问你真的算是完全知己吗？至于对手，长林各营分布何处，其主将是谁，擅长什么战法，这林林总总，你真的心里有数吗？本王心中有数没数，阮大人又怎能知晓？本王心胸宽大，在我军中领军的老将，我从未逐出一个。想要了解军务，本王只需张口一问便知。听他人转述与自己全盘把握，这根本不是一回事。那阮大人这意思，就是说只有你才能够全盘把握，那就是让本王把皇蜀军的大印再交还给你，是吧？王爷，无论您信与不信，在下此次前来，绝不是想要夺还什么。可是王爷，动用我皇蜀全部的主力进攻大梁，这关乎国运的大事，我绝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不加以阻止啊！那阮大人，就说说看，你想用什么理由阻止本王？我能推断出王爷预定的目标在哪里。没错，漠南营确实是长林军最薄弱的一环。王爷一战而胜，甚至数战皆胜，都是有可能的。但那又能怎么样呢？到了最后，你真能把大梁北部边境完全撕开，直入其腹地吗？如果不能，那战事必然引入焦灼。那这1、2个胜果，对我大禹到底有什么真正的好处呢？你阮大人领军之时，可从未从长林军的手中获取过半点胜果，你当然不会知道手握胜果的滋味，更不会知道它有什么好处。将军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快点离开吧。走。胡松，你想不想回大梁？家园故国，怎么会不想？那这次
你跟我一起回去。不，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。如果有一天能回去的话，我只希望是在咱们长林军最终得胜的战场上。城里有你们，实乃我大梁之幸。将军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我与王爷相识于少年，曾经做过朋友，最终变成敌手，争争斗斗近20年。现在若说此事无关你我之间的嫌隙，想来王爷也不会信。那当然，王爷，我黄蜀铁骑的确勇猛善战，但是大梁长林也绝不是你1、2次败仗就能击破的对手。全军南下，王爷难道真的没有想过万一吗？阮大人，本王从未对长林军有过半点轻敌之意。看来王爷坚信自己踩中了长林军的痛处。是无论如何啊，也不肯回头了。阮大人如今已不是军中主帅，军务之事，与你也商量不着。本王主意已定，绝不更改。可是陛下已经建议，陛下顶多是同意你来见我。若陛下已经决定按兵不动，那阮大人直接宣诏便是，又何必在此苦口费心的劝说呢？王爷，话已至此，不必多说。来人，在。送客。是。请王爷再多些耐心，让我说完最后的话。为将者都知道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倘若此战不能攻城，还请王爷切莫因为出征前许下豪言壮语，就破釜沉舟不肯回头。我阮英在此对天起誓，只要王爷把儿郎们带回来，即便败了，我也绝不会落井下石，多说半句不中听的话。本王还未出征，就提败字，阮大人还能不能盼着点好的？站住！干什么去？问你话呢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将军，快走！快走啊！
林夕，这次真是麻烦你了。琅琊阁真的能算出准确的日食之期吗？如果老阁主没有把握，他是肯定不会告诉我的。所以你想利用这个天象，给秦灵硕设下一个局？从他备战的情况来看，时日正好。既然他20万皇属主力胆敢入侵我大梁境内，那么这一次，我绝不会让他们轻易回去。你现在说话的样子，越来越像你大哥了。平静，你明知道这件事不可能永远逃避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谈呢？这件事，等我们回甘州再谈好吗？任何时候，任何地方，只要你想说，我都可以听。召集我们在大禹境内的所有人手，将消息散播出去。就说康王秦灵硕残暴好战，将现白昼吞日之意象，以为先兆。天象若出，如还不诚心跪倒悔改，上天必会降罚于大禹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配上这些图画，即便不识字的人，也应该知道个大概。记住，你要做的是流言四起，查不出源头。不过重点还是在蓟都和盘城这2个地方。我的最终目的，就是要在秦灵硕的心里和整个皇属军营中，埋下这颗不安的种子。将军放心。将军，如果流言效果太好，秦灵硕迫于压力，真的被吓退了，怎么办？兵凶之事到底不详，我长林也不是好战之君，他若真的就此收住，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不过阮英这次以来反倒是帮了我们，当着朝中死敌夸下海口，他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他不会变的。进来。姑娘，你来了。入夜阴冷，这个褥子是二公子去年秋天出城时猎的，全甘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皮毛了。他叫我拿来给姑娘用。这边城什么都不齐全，姑娘看看，还缺点什么？杜大夫，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边城行医了。你看我都忘了。听说当初甘南之战，姑娘第一次见到二公子，就是在这甘州城啊。姑娘，你这次会留下来，是不是这北境很快就要不太平了？
你我既为医者，尽我一家之力便是，不必多想。是。袁大人，此景生调精准，事情明白，我报给谢谢。这件事情啊，要提早准备才是。我要给父王写封信。这个时候我不想见任何人。是。不知不觉就要入秋了。缘起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想，怀化将军大概是需要信使回金陵，相信你也知道，没人比我更合适了。好。这就是金陵城了，要不是跟了侯爷您，属下可能一辈子也到不了金陵。驾！侯爷，属下们都不认得路，不知侯爷府上该怎么走啊？先去长陵王府。是。尉迟缘起，叩请大伯父安康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从小啊，也算是娇生惯养，到军中历练，习惯吗？缘起资质愚钝，别的地方长进不大，只是觉得这心智上稳了许多。
你从甘州城一路赶来，莫不是北境有什么异变？这一路长途奔波，你也累了，回去好好歇息吧。大伯父就不留你了。是。大伯父如果有什么吩咐，请随时召唤元气。好。元气告辞。老王爷，晚膳已经准备好了。幸好有你们几个旧仆在府中打理。我不在将近2年，这府中倒还算是能住人。谢小侯爷夸奖。从今天起，在这个府里，谁都不许再加这个小字。是侯爷。哎，侯爷，天这么晚了，您这是上哪儿啊？哎，侯爷，你记住，除非是我叫你、吩咐你，否则这天是不是晚了，我是不是要出门，去了哪里，什么时候回来，你通通都不知道，明白吗？明白，小的明白。你是我莱阳侯府的管家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要是知道，外人知道了，你猜猜看会怎么样？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在这儿歇着吧。是。老王爷，按二公子信中所言，他很有自信将黄蜀军主力一击而破。您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先帝的国效犹在，按平津的意思，必定攻守一行。若是细究礼制，多少有些关爱。这个我倒没想到，国效还没有翻年，边境兴兵，确实诸多机会。这防卫御敌是一回事，围歼大禹主力，
怎么都是一场调动各方的大战。朝中不缺有心人，倒是万一被人扣上顶大帽子，说二公子国孝期间煽动刀兵，老王爷，私下说句不公的话，太后娘娘是个不太明事理的人。您在朝中辅佐少主，局面原本已经很艰难了，这要是在……以属下的拙见，您还是回信劝阻二公子，最好谨慎，稳妥为上吧。老爷，进来。老爷，外面莱阳侯递上名帖，前来拜见。谁？莱阳侯。萧元启。是。夜半三更的，他来干什么？他不是跟萧平京去甘州2年了吗？回来就要见我。把他请到书房去。袁硕，你可曾记得先帝当年册封王位的时候，为何赐我长林2字吗？属下一直以为，只是随了长林君的名号。长辈曾教导，长林之重，不在权位，不在富贵，更不在处事圆滑、安身立命。长林之重，重在保境安民。可是老王爷，袁说啊，你也是上武之人，应该知道斩落皇蜀主力，能给北境带来多少太平？10年，10年，北境2郎能少流多少血？边境的百姓能得到多少安稳？先帝一生仁厚，他若是还活着，必不愿拘泥于礼法，就这么束缚住了平津的手脚，错失这保境安民的大好时机。是啊，荀大人，小侯爷倒是稀客呀！啊，请坐。在来之前，我本以为大人多少都会有些焦灼，没想到见面之后，大人竟是如此的气定神闲，不愧是主政多年的内阁首辅。焦灼？我为什么要焦灼呀？这金陵城，表面上一片安稳，实则暗流汹汹，隐而不发。难道还不值得大人焦灼吗？小侯爷这话说得太隐晦了，老夫听不明白。在内，以旨参政，朝野俯首，
在外，数十万边境军一呼即应，这样的局面，陛下当然感受不到，但首辅大人心里，想必比谁都清楚吧。小侯爷居然也琢磨这个。身在宗室，自当尽忠陛下。难道在大人眼中，这不是我该想的事情吗？这是分内的事。不过小侯爷，想得太多了。眼下朝政平顺，所谓辅政，也不过是表面上知会一声。老王爷真正插手的时候并不算多，更何况他人在京城，怎么呼应千里之外的边境军呢？大人此刻能够如此淡定，并不是因为边境军鞭长莫及，而是因为萧平京太过年轻，在军中的威望比之父兄，实在是相差太远吧。可若是这位怀化将军突然之间，便立下了令一代人仰望的不世之功呢？在下告辞。小侯爷留步。你与萧平京在甘州共事，必定知道一些内幕。你跟老夫通报这些消息，老夫是否可以认为你有投诚之意呀？投诚？我身在宗室，有爵位有职分，如今还有些微的军功。不知大人这投诚二字，从何而来呀？身为人臣，效忠陛下理所应当。但除了陛下之外，缘起并无意再给自己找一个主君。小侯爷的意思是说，你前来向老夫通报消息，只是不忿于长林父子把持朝政，玩弄兵权。大人不必刻意夸大其词，我并没有说老王爷把持朝政，我也没有以为萧平京在玩弄兵权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先帝生前最疼爱这位长林二公子，无论他闯下什么样的祸事，先帝总是想都不想的便会维护于他。可如今国孝未除，帝陵未安，他便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功业，想着他长林军的威名。我大梁国丧重礼，先帝生前恩情，在他眼里就如同无物。令缘起心寒不忿的，其实就是这个。小侯爷以前嫉妒过萧平京吗？大人倒是不必加这以前二字。告辞了。昨夜大雨，这池边的桂花香，气息似乎更好了。太后娘娘说的是。二皇子长得越发好了。
瞧这小脸蛋结实的。谢太后娘娘。母妃也夸我长得结实，那年全京城闹疫病，儿臣一点事儿也没有。这么看来，二皇子的福气倒是比陛下还强了。小孩子胡乱说话，请太后娘娘宽宥。小孩子懂不懂事，就是看大人怎么教。哀家早就下旨不要再提金陵那一年的事情了。看来竟是被你当了耳旁风，一吹即过了，是吗？臣妾不敢，娘娘已经下旨，臣妾岂敢违逆？真的没有再提过半个字啊！娘娘恕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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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娘恕罪。太后娘娘，首辅大人请见。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。好了，别装成这个样子，带着你的二皇子回去，好生教导吧。安如姑娘，宫里不就是这样吗？站在最高处，别人才不敢轻视你。姑娘慢慢学吧。你是年轻人，久未回京，应该好好和朋友们聚聚，好生乐呵乐呵。有事儿我自会叫你，不必天天过来请安啊。是。哎，好茶。大伯父，缘起有个想法，一直拿不定主意，想请大伯父指点。说，孩子。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缘起在军中历练了将近2年，听从军令、打仗、冲锋这些都没什么，但若是把人交给我指挥，每次做的都有些勉强，有时甚至觉得愧领军功。上次平津回来时说你对军械配备、粮银调拨都做得非常好，这也算军功，知道吗？那大伯父觉得我还应该继续留在甘州吗？这些个事情关系到你的前程，还要你自己拿主意。不过你若是想回京城，在兵部领职，大伯父倒也是支持你。不瞒大伯父说，对于兵部权责内的诸项事务，缘起在军中也向一些老将军讨教过，深觉自己的所知有限，有些可以领悟，有些总是听不太明白。你有些什么疑惑的，大伯父可以给你解答呀。是。你说萧平津想要干什么？他眼里还有没有陛下和先帝？请娘娘稍安。兄长，你总是这么温吞吞的，哀家拿你实在没有办法。你既然已经得到消息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禀报陛下？我禀报什么呀？只不过是萧缘起私下里说的几句话，什么都还没有发生呢。等到事情发生，可就晚了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萧平津为什么要写信回来？我想，他不过是想要老王爷
在京城再给他搭一把力。娘娘先不要着急，看看他们今后的动作再说。这个萧元启，他是罪臣之子，他靠得住吗？是需要谨慎呐。不过说实在的，能够从萧平京的身边拉过这么一个人来，还是有用处的。大鱼的位置，这里。老王爷，要掌灯了。知道了。不知不觉已经劳累大伯父这么久。元启啊，大伯父，凡我皇室子弟，从最初的启蒙开始，到后来自行建衙开府，期间念的书、学的道理，其实都差不太多，可最终的结果却总是龙生九子，品行各异。所以先帝和我从来都不看重所谓的父子一定相惜。是。你父母的所作所为，肯定会影响你的境遇，但是你相信什么，看重什么，想做什么样的人，唯有你自己才能把握，明白吗，孩子？大伯父，境遇冷暖，自然会影响人的性情。性情若是变，本性会变吗？孩子，你想想，你皇祖父在未封东宫之前，他的境遇如何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世态炎凉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地狱。一个人本性若善，纵然是烈狱归来，取赤子之心，亦可永生不死。大伯父教诲，元启谨记。娘娘不用担心，姑娘虽然烧得厉害，但太医说了，只要按方吃药就不碍事。她在哀家宫里哪能安心休养？明日若是还不见好，你派几个妥帖的人，先送回府去，等养好了再回宫里来吧。是。安如姑娘心肠太软，这一点点惊吓就受不住了。谁又不是从她这样天真的年纪，一点一点长大的呢？母亲，对不起。我不该动摇的。为什么我每次去长林府之后，都会忍不住要动摇？他所说的那些话，只有萧平章才会真的去相信。可是结果又如何呢？人死灯灭，完全都不值得。侯爷。有人来访是吗？是。是首府荀大人吧？是。我知道了。
这是写错了什么字吗？你别看平经平常大大咧咧的，他心细着呢。刚才这字，万历有些悬浮，若是让这孩子看见，他又要多想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宁可写得慢点儿，多写2天也没问题，啊？在下刚刚回京不久，这府里都是些随便采买的陈茶，还请大人勿怪。小侯爷，我既然亲自登门，你我说话就不要绕弯子了。坦白讲，小侯爷通报的消息，老夫十分看重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我又凭什么要相信你只是效忠陛下的诚意，而不是替长林府来打探朝臣的底细呢？大人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袁琦想请问一句：我大梁虽然忠臣无数，但陛下年少，王府势大，人心必然浮动。一旦长林王府起了二心，真正会为了陛下而不顾一切的人，恐怕就只有太后娘娘和荀大人您了，对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大人先请坐。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的？当然是濮阳英死的那天。当年金陵城那场疫灾，正可谓是尸骨如山。我若是对娘娘和大人真有恶意，只需要当时便把这2件东西面呈给先帝。大人想想看，结果会怎样？太后娘娘和大人一旦被扳倒了，就算陛下仍然能够顺利登基，但他此时掌握在老王爷手中，那绝对是半点挣扎的余地都没有。请问大人，如果我真的一心为长林王府效力，手中握有这样好的机会，我会不交给他们，而平白错过吗？既然你口口声声的说是对我和娘娘心怀好意，那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精心的留到现在呢？因为诚心2字，从嘴里说出来总是轻飘飘的，没点实在的东西，谁信呢？大人，您信吗？
王爷今日居然会主动的派人请我来，倒是稀奇呀。不瞒李兄讲，平京接下来需要我在京城替他安排很多事情，我是怕一旦我精气神不足，别耽误了这孩子。哎，明白明白，绝不勉强。好了，你也歇着吧。长官，给大家写字。天，哎呦，这不是小侯爷吗？侯爷，二位，有日子没见了，走吧，咱们2楼小酌2杯。今日不得方便，改日。改日我请二位。别啊，走吧，就今天了。今日真的，这又不是皇家的车驾，怎么会有禁军护送？侯爷走得太久，好些事情不知道了。那是荀家的姑娘，最受太后娘娘宠爱，时不时会被接进宫去，往返自然是禁军护送。只可惜跟陛下年岁不对，否则怎么也得是一位娘娘呢。荀家的姑娘，大伯父，记住，这封信要亲自交到平京的手上，不能转经他人之手。大伯父放心，缘起一定日夜兼程，途中绝不耽搁。倒不用日夜兼程那么赶，长途行路还是不要太过劳累为好。缘起如今身体强健，走这一趟累不着的。想当年伯父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，那也是日行千里，毫无倦意呀。缘起怎敢跟大伯父当年相比啊？告诉平京，我等他的捷报。是。缘起告辞。大人小心些！我这可是冒险开封，这信还得送到甘州去呢。他们父子竟然商量的这么精细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应对的办法？说是萧平京有大动作，但他毕竟还没有开始，又能怎么应对？总不能派人告诉大约康王，说长林军正挖了个坑等着他跳吧？这通敌叛国，当然不行。
这话说回来，如果真能斩落黄蜀军主力，于我大梁而言，倒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。大人，何不就随他去呢？上次小侯爷说起朝政是头头是道，老夫现在如此忧急，难道你真的就不明白是为什么？承蒙大人如此夸奖，那缘起就猜猜。长林王在京辅政，萧平京在外掌兵，军政联手，内呼外应，这本就是一个难破的死局。可为何朝堂之上看起来倒还算是安稳呢？我想，萧平章一死，长林府在朝中的势力至少减了一半。萧平京虽然也时有参战，得了些军功，但其威望比之父兄，实有云泥之别。小侯爷说的不错，少主在朝得以安稳，主要是他们父子看起来内外呼应，实际上他们做不到。你我都知道，他们只是现在做不到。安如，这么晚了，怎么在这儿站着？堂兄，我听沈娘说你病重，连床都起不来，这三更半夜的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病早就好了，我装的。啊？装的？这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装病啊？我不想待在宫里了。这族中的女孩，太后娘娘最喜欢你，接你进宫也是宠爱之意，为什么不愿意去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不惯拘束罢了。永远也长不大，就觉得待在家里自在是吧？行了，赶紧跟叔父沈娘请安，早点回去睡觉了。叔父在书房待客呢。待客？嗯。这个时候，回函中虽然没有明说，但萧平京想必早就已经把北境各营都安排得差不多了。若是他真能将敌国主力斩落马下，自己又能全身而退的话，大人想想，这大梁的朝局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一战的声威，足以让萧平京在声望上直追他的父兄。若北境再无战事的牵连，大批人马说走就能拉回，到时只怕朝野上下可就真的要看长林王府的脸色了。不单这朝野上下，连陛下将来要不要看眼色，只怕都是未知之数。但我觉得，长林父子之所以私下里通信，还是对国丧期有所顾忌。但是他们既然已经决定起兵，想必早就把借口都已经想好了。就说是大鱼先行挑衅，这攻守之间的分寸，他难以掌握。那咱们就请陛下下一道明旨，明令四境各军只许抵御，不许出城，不许寻衅，不许联营，更不许扩大战事。等这道明晃晃的圣旨摆在萧平京的面前，他要么依旨行事，要么担下这抗旨不遵、丧期逾制的大罪。除此之外，他没有第三条路可选。大统领，您怎么来了？
我来给叔父请安。老爷吩咐不让人进书房打扰。是有客人来访？小的不知。哎，大统领，走开！大统领，您不能进啊！飞展，怎么了？叔父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客人，不能让我看见？没有啊，就叔父一个人呐。那刚才的门声又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风吧？哦，是飞展多疑了。叔父，早些休息。侯爷，一切准备妥当，该出发了。何成，你本是官家出身，因罪数变，跟随我，是为了能到这帝都出人头地的。可是刚到金陵，不过短短数日便要离开，心中可否有些不甘呢？属下虽没有侯爷这般目光远大，但也知今日的离开，是为了他日的返回。说得好。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你。谢谢。在大鱼时，我答应过你，回甘州之后应该坐下来，你我之间好好的谈一谈。但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我却一直都不能来见你。你军务那么繁忙，这个我知道。丽姐，其实不用我说，你心里应该都明白的。你甚至比我自己都更明白，对吗？我明白。
在你心里，与我有关的那道伤口实在太痛了，你到现在都没有办法面对，只有把它裹起来放到一边，才可以继续支撑下去。是我自己太过怯懦，但我确实无法面对，所以只能先选更容易的事情做了。不是这样的。消极、颓废、逃避和自暴自弃，才是最容易的事情。你决定要先承担起自己的责任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勇气？你是我最珍惜的朋友，我不想就这么失去你。你能再多给我一些耐心吗？大战将至，请不要分心。你什么时候准备好面对了，我都会在。朕不明白，先帝在位时，黄伯父就主理军务，行事自然有他的习惯。他认为朕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会禀报，为什么要特意追问？先帝不问，那是他心里有数。陛下若是再不问，那可就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娘娘，陛下。如果是别的事情，老王爷不愿意让陛下知道，倒也情有可原。可是北境战事这么大的举动，老王爷在朝堂上竟然只字不提。内阁如果就此容忍，一言不发，可是对先帝有负，也是对陛下有失本职了。黄伯父一向之礼，所谓北境有大动作，是不是舅舅多心了？如果陛下不信，可以按老臣刚才的提议，旁敲侧击地问一下，长林老王爷说没说实话，不就了然了吗？陛下骑射已能上马，真是可喜可贺。黄伯父坐。谢陛下。黄伯父，朕看了今日的兵部简报，有一事不明，想向您请教。陛下请讲。先帝丧妻，按理应闭国自守，不见血光，不动刀兵，方为敬也。可为何近日来给北境的军资粮草，反而比平日多了30%呢？陛下，这是兵部特意上奏的。朕问过兵部尚书，他似乎也不太清楚，好像是黄伯父自己安排的。朕是不是不该问了？陛下执掌江山，但凡国事，没有什么不该问的。我大梁周边强邻环伺，各国情势都有不同。先帝驾崩，陛下毕竟年少，这在外邦看来，不能不说是一个可乘之机。故而边境之危，需更加警觉。陛下想想，我不犯人，但是人若犯我，我大梁该当如何呢？
黄伯父的意思是，您近来针对北境的所有安排，都是为了防备？是。高福，陛下，朕再去试试。是。老王爷，老王爷执掌军政，边境粮草调拨，从未逾越编制。陛下为何有此疑问？边境安，京城则安。这荀大人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唉。母后，怎么样？哀家和你舅舅说的没错吧？老王爷敷衍内阁倒也罢了，陛下亲自开口，他竟然这么随意的推搪，可见在他眼里，皇儿依然是个无需在意的孩子罢了。别的不说，单说以前对先帝，难道他也敢这样不成？母后不能这么说。强敌在外，需要戒备。黄伯父说的也有道理。新君登基，比平日里警觉，这没有错。但是微臣以为，北境这件事情，并不那么简单呐。先不说长林老王爷的决定对与错，毕竟事关国运，他为什么就不能拿到朝堂上，让众臣商议，让陛下来圣裁呢？就是啊，皇儿可算是明白了吧？老王爷就是仗着先帝时的惯例，一手掌控军务。他不肯把这件事情回禀给你，你就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。权臣独大，就是这样的局面。皇儿难道还不肯警醒吗？那内阁有何建议？老王爷，您是说平京想要？对。平京的计划一旦成功，最后一定是一场大战。若此事不向内阁通报，我实在担心长林军为国御敌，最后会反受牵连。且不论军情机密了，单说这边境兵祸之苦，京城朝堂之上，有几个人能够感同身受？不是我父子傲慢跋扈，如果此事放到朝堂上，必定是各不相让，难下决断。我若是顶住了，这专权的骂名怕是逃不脱；若是顶不住，北境百年难遇的时机，怕是稍纵即逝。要是此战获胜，国泰民安，哪怕以后洪水滔天，那也是值得的。老王爷，内阁的形势确实是有，就不能暗中禀明陛下吗？眼下的局面，一边是国之效力，一边是天赐良机，真是两难割舍。
我已奔古稀，戎马一生，算得上是饱经沧桑。但是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，仍不免感到心事重重，郁郁难言。陛下还不满14岁，初登大位，刚刚脱去一脸稚气，就把这两难之境交给他，让他来承担吗？老王爷，您对陛下是真心疼爱。你是天子近臣，是陛下最靠得住的人。我之所以把这些提前告诉你，是希望你能有自己的判断。只要你的心稳住了，对陛下来说，绝不是什么坏事。老王爷，非臣铭记于心。朕还是觉得，应该和黄伯父当面谈谈。父皇临终前特意叮嘱，要礼敬王伯，这样瞒着他颁发旨意，终究有些不妥。正是因为要礼敬长林王，所以才没有当面跟他谈呢。为什么？老王爷生性固执，以前跟先帝意见不合时，都不肯轻易让步，何况陛下？老王爷独断军机已经成为习惯了，若陛下所言他就是不听，陛下能够强行颁旨吗？那样不是更伤长林王的颜面吗？就是啊，皇儿，你想想，长林王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近来气色又不好，他是先帝的兄长，素来恩义深厚。虽说君臣为大，可皇儿毕竟是他的晚辈，万一意见不合起了冲突，把老王爷给气病了，那岂不是更不妥？是啊，先帝刚走不满1年，黄伯父要是再有什么不虞之事，朕实在难以心安。国丧孝礼关系到天下之重，但是又要考虑到老王爷的颜面，所以思来想去啊，这就是最好的主意了。黄伯父奉旨辅政，符节令要是用印，总要通知他吧。陛下可以传召符节令入宫开禧，不经前朝，当面下旨命少妇禁言，之后朝歌归党，颁布四方，那就是舅舅操心的事了。信使前来复命。元启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辛苦了。元启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你先去歇息吧。
刚才仔细想了想，接到大伯父手书之后，我片刻未敢离身，就算是晚上睡觉，我都是带在身边的，实在想不出，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打开过？会不会是大鱼的谍探使了什么手段？你离开京城的日子，自己都是头一天才知道。一路上脚程又紧，丝毫没有耽搁过。大鱼的谍探就是再厉害，到底是从异国混进来的，肯定做不到这种程度。都怪我粗心愚钝，把事情办砸了。不过说实话，我到现在我也看不出，这风口到底怎么了。这手法确实不错，也难怪你看不出来。坐吧。我倒是觉得，很可能在你离开京城之前，这封信就已经被打开了。那这要紧吗？还有什么弥补的办法吗？好在父王在信里也没有写到太多细节，倒也不会影响贤妻战士，总算不是最坏的局面。末将就不明白了，不管这事是谁干的，他偷偷把信打开看了一下，之后又能干什么呢？有个人曾经说过，当你不知道敌人的剑来自何处，又射向何方时，你首先要想的，就是自己的要害在什么地方。就此事而言，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他们接下来要干什么，而是我们最怕他们干什么。前往四境宣旨的使臣，今日便可出京。长陵王暂时也没有察觉。啊，咱们终于可以小小的松一口气了。兄长，兄长。真的能够松一口气了？兄长此言何意？微臣在想，明日京城的旨意就要发往北境，我们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来人，都请，有诏。在。二公子，我想好了，先挑几个机灵的人，凡是能从京城通往北京的关口要道，全都给我守着。只要发现任何像是朝廷派来北京的人，立刻通过附近的各方传报给我。是。哀家不明白了，兄长还在忧虑什么？无论萧平京是如何莽撞之人，明旨一出，便如同覆水难收。难道他还敢当面抗旨不成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他无法无天，那北境的军将也是我朝廷的武臣。先帝才走了多久，我皇家指令就无人愿意遵从了吗？就算是当面抗旨，也要宣旨的使臣见到萧平京的面才行吧。况且，北境是长林军的地方，如果他们随便的挖个坑、使个绊子，把圣旨随便在什么地方困上几天，之后再矢口否认，到那个时候，可是谁也讲不清楚啊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这道旨意太重要了，派谁去我都不放心呐。兄长是想亲自前往北境？现在是关键的时刻，绝对不容有失。
怀化将军预判，大余黄蜀军必会以此处作为突破口。你等日夜巡视，不得松懈。但凡有一点迹象，立即回报。是。怀化将军吩咐的火油和火把准备的怎么样？启禀将军，火油准备妥了，30万柄火把正在加紧赶制。陛下有何吩咐？没什么。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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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荀大人抱病多日，一直不见好转啊。回老王爷，下官去探望病人的时候没有见到人，所以不知道病情如何。不过荀大人一向勤勉，只要身体稍加好转，他一定会上朝的。老王爷不必担心。这倒是啊。老王爷，叔父他没在房间。你确定吗？堂兄，堂兄。飞展见过沈娘。飞展。沈娘，叔父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侄儿实在担忧。今日无论如何，我要见见叔父。你这孩子有心就行了。你叔父的病不要紧，只是大夫说，不能见风，这进进出出的容易加重。你又不是外人，不在乎这些虚礼。等他一能起身，沈娘便派人去叫你来，如何？飞展知道了。飞展，飞展。唐林莫南营最善贴身短兵之战，我黄蜀铁骑正好是他们的克星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本王南下的第一仗，必须打得漂亮！府节令入宫那日，其实我是知晓的。我本以为朝阁用印流荡，会事先通知老王爷，可没想到这背后却……算是已经迟了，怕是无法追回了。
我万万没想到，陛下会瞒着老王爷颁下这道圣旨。能不能再去劝一劝？现在说这些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皇权巍巍不容轻慢。只要一开始我没有拦住，明旨出京，颁发四境，这平津面前便只有2条路可以走了。那老王爷觉得，只要真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刻，平津会选哪条路？报！甘南营池将军战报：大余黄蜀军前锋于9月初7越过莫山南下，池将军率部在南坡迎敌后佯败，分军诱敌，稳步后撤。现已将莫南主营北移至将军指定的莫阴谷。至战报发出之日，黄蜀主力约20万人，已全数越过莫山。召甘南传令兵。是。拟军令，命池将军隐藏行迹，无论将来战况如何，务必留在莫阴谷，准备拦截黄蜀军北退之路。是。离日食之期还有11天，只要封住梅岭一线，东南两翼慢慢拉开，那么决战之地就会按照事先计划围在宁关之西。首府大人一路车马劳顿，一定是辛苦了。快，里边请。果然是京城来使，你留在这看着，我去回报怀化将军。好。火速送往甘南，途中切勿停留。是。现在算不算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？将军早在大禹之行时，就在黄蜀军中埋下了引线。到时候，这吞日的天象一出，军心必然大乱。无论什么样的名将，面对全军未战的局面，谁能掌控住？姑且不说军心，现在这些传言，大多都是直接指向秦灵朔本人的。他事先越是不肯相信，这个时候他肯定越是慌张。别说压控局面了，他这个主帅可能第一个就稳不住了。如此天道异兆，哪能是我等凡夫俗子所能预知的？魏老将军啊，这军令一出，各营主将都无异议，你还在担心什么呀？这倒也是啊。当年世子爷在的时候，那二公子的想法多么稀奇古怪，他都愿意照做的。我一个老家伙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有一队京城来的宣旨使臣，已到边南驿站，已被安排住下，在这等着。将军，诸位将军，甘州全营3日后出发，请大家先去准备吧。是。将军，还真的有一队宣旨使臣出京，由官兵护送，明显是朝着我们甘州来的。使臣长途而来，这边城的路又不太好走，想必马车车轴肯定时常断裂。属下明白了。
我3日后就离开甘州了，你稍稍耽搁一下即可。人家到底是天子使臣，别太过分了。是。走！1、2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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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实话，我真想跟着你到前方杀敌，可是我心里也明白，留在甘州稳固后路，对你来说更有用处。我本来还担心鲁昭这小子应付不了京城的人呢，你愿意自请留下来，这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想办法，请京城来的这位贵人，在甘州多住几天。撤！车轴断了，马匹病了，刚好驿站也没有替换的马匹，我就不信这都是巧合。老爷，虽然想不出怀化将军是怎么知道的，但他显然已经针对京城有所防备了。哼，我们家的大统领还说我多心，我这是多心吗？啊？就算他不知道来的是老夫，就是朝廷的使臣，他都敢动如此的手脚，足可见朝廷跟陛下的威严，在他的眼睛里面是什么？大人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足够的马匹。你马上把有用的马匹集中起来，挑几个人跟我先走，你们随后赶上。老爷，只有这么一点人，您的安全？哼，他萧平京不过是在暗中使点雕虫小技而已，我就不信他还敢杀了我。走。是。平冈将军，飞山营战报。东京，在。传令前锋，今晚加急夜行，至宁关浦高地扎营。是。撤。天子使臣前来宣旨。有请。放行。这么安静。哎呦，不知首府大人亲临，失礼失礼。怀化将军呢？将军出城巡查，在下也不知他去向何处。你不知道？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回大人，在这甘州城里，怀化将军乃是主将，是上峰，他出城巡查，并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去处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将军往日巡边，有时几日，有时半月，长的时候1个月也是有的。鲁昭，快去安排，收拾出全城最好的驿馆，请首府大人先住下来。是。首府大人，请内厅奉茶。还有6天。
你明明就在萧平京的身旁，为什么不拦住他呢？大人说的轻巧，怎么拦？若不是我特意为你留了下来，只怕您在这儿住上1、2个月，也查问不到萧平京的去向。本官持有天子的宝剑，也查不到吗？这甘州城到底还是不是朝廷治下？大人，请先息怒。这里天高皇帝远，军中不吃你那套。大人身为天子使臣，怎么身边就带了这么几个人？唉，北境的手段，老夫总算是领教到了。你快说，萧平京他现在何处？宁关补西。宁关？宁关？如果我明天赶往宁关，还来得及吗？萧平京的大动作，应该就在这几日。首府大人明日一早出城，应该还能来得及。幸好是宁关，老夫的使臣仪仗和随行亲卫顺便也好笼罩。这个长陵二公子不讲常理，所以在气势上一定要压倒他。这次倒真是多谢小侯爷了。为免萧平京起疑，您前脚走，我后脚就得赶去给他报信，还望首府大人这一路上不要再出什么意外才好。驿馆的人刚刚来报，京城来的人今天一早就匆匆出城去了，他们肯定是知道了平京的去向，已经追过去了。他们怎么知道的？现在想这个还有什么用？我现在赶紧去给平京报信，让他有个防备。甘州这边就交给你了。是。走了。哟。这是走的什么路啊？到底走对没有？侯爷派小的跟在您身边，就是为了带路的。从这里走，能省下半日行程，也不会错过与大人的随行仪仗会合。主营的玄甲骑兵上了宁西高地之后，这个口袋总算是扎严实了。告诉袁将军，无论如何再给我拖上一天，倒也不必恋战，拖至后日凌晨且战且退，把余敌引至九道沟，我再拿安排来人接应。是。命长山营前营30里扎营，混日夜丢锅弃仗，朔日5时之前回撤至大本营，与我会合。是。怀化将军有命，丢锅弃仗，朔日5时之前回撤至大本营。丢锅弃仗，撤！快！将军，宁州梅岭连营战报。
这一定是捷报。自从黄蜀军主力越过莫山一线以后，这还是他们吃到的第一场败仗。不知此刻那位大禹的康王爷心情如何？二公子，秦陵朔一路南下，虽然您没让他轻松了，也费力的让他吃了不少的胜果。嘿嘿，所谓骄兵必败，您就应该让他一直这么自满得意下去，不好吗？干嘛非让梅岭和宁州两营联合出击，让他吃个败仗呢？此战的目的有2个，其一，不能让秦陵朔选择梅岭一线为南下之途，必须要将其主力完全逼至宁关，逼近我们的包围区。其二，天时将至，这场败仗虽然难伤其根本，但是对于黄蜀军一路得胜的气势来说，依旧是个打击。军心沮丧之时，这上天吞日的事情，威力自然就更大。照这么算来，是不是？是。联营军报一到，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大禹秦陵朔的那面银龙王旗了。清野，长联宁州营显然要打守城之战。知道了，继续打他。是。劈不开梅岭，只要能够撕破宁州，便是我南下的坦途。传令，在。全军加速前进，在日落前，必须把本王的大营扎到大连宁州府界内。是。前进！军大人，军大人，我们已过宁州府界，最迟明日就可以赶到宁关谷。好，让大家都打起精神，将陛下赐予的仪仗都给我亮出来。是，驾，驾。我已经探听清楚了，这次是明旨出京颁发4禁。总之就是要约束你，不得发动大战。内阁首辅大人亲自前来北京，看来我长陵王府倒还真是受人看重。归根到底，朝廷最忌讳的就是“功高震主”这4个字。如今，毕竟不是先帝在位的时候了。居士不由人，巡首府这次既然亲自过来，不达目的他必不罢休。就算你这次又躲出去，你又能躲他多久啊？黄蜀军已经全在我的包围当中了，明日便是大战之期，我哪儿都不会去。明日？但愿我的运气好，能赶在这位首辅大人前头。把枪放下来啊！听我指挥！1、2，走！1、2，走！你这带的是什么路啊？走对了没有啊？秦大人，本来从这儿走能省下半日的行程，我也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。来，1、2，走！1、2，走！秦大人，翻过前面那座山，最多2个时辰就到他们大营了。
来，这边这把镜啊，使劲！骑马！所有的仪仗，停卫队，跟我走！是。躲开！将军，正如将军所料，秦陵朔发现我军在高地与他结营对峙之后，并没有后退。这就是康王和阮营最大的不同之处了。20万黄蜀军主力悉数南下，铁蹄所向，图谋的是我大梁的锦绣江山。边境百姓时时承受兵患之苦，沙场之上又折损过多少长林儿郎？此次宁关决战之役，我甘州营乃是主公之锋刃，愿卓与平津一起，熄北境烽火，保百姓安居。是军委将军。什么人？请诸位记住，天诏一出，便如同各营同时接到号令。此时虽是日战，但如同夜袭，注意约束兵士，避免因好奇而直视天象，以免引发目击。将军！将军！将军！营外来人！此乃天子御剑，此剑出城，有如陛下亲临，哪个敢阻？让开！首府大人，请。
大人，里面请吧。请怀化将军出帐领旨。荀大人，萧平京接旨。荀大人，能否请到帐中商议？这是朝廷旨意，加盖天子的宝印。将军身为臣下，理应恭领。有什么可商议？首辅大人既然亲临于此，应该知道20万黄蜀军主力就屯兵在前，军情紧急，还望大人体谅，请延后1日再行宣旨。为什么要延后1日啊？就是为了让你贪军功、大兴刀兵，放任着边境血光，冲撞先帝的英灵吗？首辅大人。我边境将士护卫江山，不为沙场浴血，不为马革裹尸，难道在大人的眼里，就只有军功2字？朝廷的旨意已颁发4境，若你不是为了贪功，为什么只有你北境不领圣旨？荀大人，长陵王府深受皇恩，先帝之国丧，我父子岂会不愿安守？可大禹已经挥兵南下，天道之机100年难遇，大人就不能退让一步吗？日食。萧平清，难道你说的良机，指的就是这个？荀大人，天道夺日，日食就是大凶的预兆。你为臣不敬，触犯了天怒，而且还执迷不悟。萧平清接旨。长林军军功显赫，但也毕竟是陛下的臣子，圣旨不接，视为谋反。朝廷、宗室、天下，绝不允许你们这悖逆之举。荀大人高居庙堂之上，你真的知道天下人在乎的是什么吗？鲁昭，在。今日长林上下，乃是听我军令行事。此战之后，无论何等罪名加身，我萧平京一人承担。各位将士，在！天机已到，随我出战！
拜神预警的凶兆，天谕居然是真的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妈！王爷，不好了！王爷，怎么了？王爷！甲戍会，日有食之，不能祭。阳朔元年9月，癸未先会一日，日有食之，在以8度，汉3年相始。凡是10分之7分半，显照，晋和7年正日。皇儿不必在意，一会儿太阳就会出来了。这是上天的警示。母后，朕是不是做错什么了？快上岸！下岸！
中营已经陷落，左右两翼完全失联，现在只有西边，还有可能突围出去。还剩多少兵马？大约不到3万。只要王爷把儿郎们带回来，即便败了，我也绝不会落井下石，多说半句不中听的话。收整队伍，突围。是。往西撤！将军，秦人说冲出了主城向西，大约又近1个时辰了。没关系，他越不过西面的飞山营，就只能朝向这里折返。你为什么不主动迎击呢？我们留些时间给这秦陵朔收整残部，岂不是更好？王爷，不能停啊！军兵有的很紧。撤！埋伏，快走！你真的要放他们走？黄守军主力已被斩落，拿不拿秦陵朔这颗人头，对我大梁而言没什么区别。秦陵朔虽然惨败而归，可他毕竟还是大禹的一品亲王，在朝中根基犹存。我可不想把他连根拔除，让他软硬的日子太好过。走，撤，撤！内斗、制衡，原来你不是不懂这些。老夫年过半百，自认也是开过眼界的，可是从来就没有见过这白昼如夜，
更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胆大妄为、藐视君威的下臣。看来荀大人是不打算再行宣旨了。现在这北境，星云满地，血光把日头都遮住了，可见在你眼中，既没有先帝，更没有陛下。这只宣与不宣，又有什么区别？荀大人明说吧，你想要怎么样？里头还没谈完。是，朝堂上的事我不懂，可宁关这一战明明是事出有因，我想将军这一次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吧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没关系的，只要京城有老王爷在，谁还能把平京怎么样？啊。大梁自有大梁的法律，一条一条朝朝在目。怀化将军所犯罪名，朝廷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并非我想要怎样。明白了，你想要我回京受审？长陵二公子身份尊贵，老夫自然是无权所拿。那你是自己回京呢，还是带老夫回京再请谕旨？为陛下将来计，这件事情终究要有个了断，不用麻烦荀大人来回奔波。等我处理好军中之事，我自己回去。不是老夫不愿意相信将军的承诺，即便要等，也得给个大约的时日吧。1个月。好，就等你1个月。对了，怀化将军，以我大梁军制，将军回京总限400人，可带100人随行入城，300人驻扎城外，不能再多了。这个规矩我懂。我知道你懂，只是有今日之事为鉴，我多说上一句，没什么坏处。哼。姑娘，杜大夫，是又有伤者进城了，那走吧。不是的，营中的军医还忙得过来，也没有危重的病人需要姑娘去处置，您不用过去。那你找我是？我刚听说，二公子可能有大麻烦。我知道姑娘担心二公子，可是京城来的首辅大人还在，又是前线军营，姑娘此时过去，恐怕不太妥当。我不是要去他那边。那麻烦杜大夫帮我收一下行李，我要去趟狼牙山。老王爷，该吃药了。哎呀！老王爷，
您怎么跑出来了？有今日的军报吗？这朔日刚过，不管结果如何，这消息总得要传报几日。老王爷，等您的病一好，这军报也就入京了。走吧，回去，咱趁热把药喝了啊。是啊。参见陛下，已是未时，臣特来护送陛下上朝。上朝？朕不去了。上不上朝有意义吗？说来说去，还不都是同一件事吗？母后，哀家也知道皇儿辛苦，但既然身负天下之重，又怎么能不上朝呢？平津。怀化将军他是什么人，朕很清楚。他既然如此行事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这还没有回京辩解呢，内阁就送上来这么多弹劾的奏本，告诉他们，朕一点都不想看。萧平津抗旨不接，踩的是皇儿的颜面；丧妻兴兵，冒犯的更是先帝的在天之灵。此等罪行，人神共怒，还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什么罪行啊？北境打的难道不是一场大胜仗吗？朕不明白，这么多份奏本，怎么没有一个为平津哥哥求情的？陛下所言甚是，京城道边关路途遥遥，说抗旨只是一面之词，难说其中没有误会。在怀化将军回京自辩前，长林老王爷身为辅政重臣，尚未发一言，朝堂间却误议汹汹，如同已经定罪一般。臣总觉得有些不妥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抗旨逆军都不算有罪了，难道还要等他谋反不成？微臣的意思是，不论是非如何，臣是打算给怀化将军求情的。不知陛下为什么没有接到微臣的奏本？巡卿上奏了。荀飞展，你别忘了自己的宗族姓氏，你到底是皇上的臣属，还是他长陵王府的家奴？母后。
堂兄，太后已困于心魔，无法自拔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她会后悔。太后确实有些急躁，但就事论事，陛下虽然年少，可这圣旨毕竟是圣旨啊。若是这次就这样过去，怕的是将来群臣效仿，皇家的威严荡然无存。据安儿在娘娘身边得知，自上次北境传来异报后，许多朝臣惊骇激愤，也并不都是假的。可这一步，究竟又是谁逼的？他们哪里知道，这一道旨意，从始至终就不应该出境。妹妹，你告诉我，异报传到之后，太后究竟召见了哪些人？北境之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姑娘匆匆赶来，有什么要问的？老阁主能断天下疑难，请问平津当前困局，有何破解之法？天下之道，贵在顺其自然；为人之道，贵在无愧本心。琅琊阁旁观世间冷暖，不达朝堂之事。琅琊阁不达朝堂之事，这个规矩灵犀明白。但是对于老阁主而言，平津终究与他人不同啊。灵犀恳请老阁主帮平津解开这个困局。是啊，这孩子自然与他人不同。所以说，无论发生何事，只要琅琊阁在，就是他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。老阁主真的下定决心，不插手此事吗？你真的以为长陵王府的事需要我插手吗？萧庭生并非寻常之人，生于忧患，师从高手，自幼聪慧，喜好读书。在朝堂上该如何收揽权柄，如何把控朝臣，你以为以他的能力是学不会，还是做不到啊？志不在此，非不能也。多谢老阁主。老王爷养病的这些日子，京城已经人心大乱。太后频频召见外臣，内阁更是推波助澜。那些固执迂腐的人就不用提了。即便是真心想要替平津辩解一二的，面对着抗旨逆军的罪名，没有老王爷出头，他们也不敢说些什么。老王爷，现在这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总应该有所行动吧？非常啊，你想让我如何做呢？嗯？恕飞展冒昧，飞展觉得，至少应该太后在朝堂上召集了一批朝臣，本王再召集一批，从此形成两个阵营，相互争斗。
一旦我这么做了，等于是把一部分朝臣卷到了长林旗下。你知道，在朝为官，政见不同，想法不同，都不可怕。可怕的是，你眼前有2个不同的阵营，你不得不从中选一个。武敬爷在世的时候，最恨的就是党争。一旦被卷入其中，无论你是贪图富贵，还是胸怀理想，最终都会被2个字束缚住，那就是立场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就要去见先辈和我父皇了。难道在我临死之前，还因为自己的儿子，一手拉起一个长林党？老王爷，可眼下这样的局面，并不是老王爷所为。替平津争取他人的支持，又不是真的想要做什么呀？来，飞山，坐。这2个阵营一旦对峙，怎么可能不裹挟他人？不管你深陷其中的初衷是什么，两方对立走到最后，这立场必会大于是非。在这个世上，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心无杂念，始终不随波逐流呢？多谢诸位前来相送。沙场并肩，便是血肉兄弟。无论将来这城楼上的旗号怎么变换，各位守土将士，永远是我大梁北境的长城。将军，保重！将军保重！没事。这么些时日，老王爷想必已经在朝中联络好了一批朝臣。这个朝堂，终究还是实力说了算。父王不会这么做的。老王爷不会帮你吗？凡是该我承担、该我面对的，父王自会全力支持。但你说的那些事，他不会做。撤！撤！撤！请起吧。世子妃既然来辞行，想必是都知道了。是。你心思单纯，就如同你的叔祖父一样，最值得信任，值得依靠。多谢老阁主。此去金陵，替我给平津带一句话：无论是对待自己，还是对待他人，
只要情义不灭，尽心就好。该放手时自当放手，切莫求全责备，生了执念。晚辈谨记。侧儿要乖乖听九先生的话，知道吗？亲亲娘亲吧。真乖。九先生，那您就多担待了。来，世子妃不必客气，山间清寂，有个孩子在，添了多少乐趣。那娘亲走了。不许哭哦。走吧。不许哭哦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。侧儿还好吧？放心吧，把他交给令九了。真是难为你了。公子回来了。二公子，元叔。孩儿平京，参见父王。起来吧，孩子。是。宁关大捷，将20万皇属主力斩于马下，这是为父和你兄长想做而没能做成的事情。父兄以你为傲，若是先帝还在，也当以你为傲。父王。
父王知道你不但身体疲累，你这心里更累。起来吧，起来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先不要急着上朝，在家里多养几日，啊？是。怎么样？首府大人也太心急了，我这才刚回来。萧平京在北境给他自己安排了什么后路？长陵各营有什么异动？没有。没有。萧平京这1个月，忙的都是宁关大捷后的北境军务，并没有针对京城做出任何安排。你确定？是不是他们对你起了疑心，刻意的隐瞒呢？无论大人信与不信，至少在这件事情上，咱们这位长林二公子，倒真算得上是敢做敢当。说什么敢做敢当？他分明就是嚣张跋扈。就算长林世子在世，他也不敢在这样的罪名面前丝毫不露惶恐之色吧？他是不是真的以为只要有王府的庇护，咱们就奈何不得他？你倒是说话呀！萧平京此次进京，只带了100轻兵，王府建制也不过2000府兵而已，你还在这顾虑什么？哈！难不成真的要等他在府里歇息几日，高兴了挑个黄道吉日上朝受审？陛下的颜面还要不要了？娘娘，您是知道的，这长林的二公子跟他的兄长是大不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呐。这个时候跟长林王府硬碰，可不像数数人头那么简单呐。不过呢，娘娘有一点说的是对的，就是如何给萧平京定罪。现在朝野上下都在观望，至少在气势上，绝不能由着老王爷的来。兄长的意思是？萧平京是戴罪之身，所以不能让他在王府里安居。却宣禁卫营的唐副统领和吴副统领觐见。看出去还挺顺的。就是啊，传他们耽误什么事儿？大统领，你们说什么呢？唐大人和吴大人刚刚被传召进宫了。今天不是他们2个当值吧？太后娘娘派出内侍，指明传召的。稀客呀！孙统领先不必客气，我此来巡防营是有公事。内阁有令，奉太后娘娘懿旨及内阁军令，怀化将军萧平京回京戴罪，因另行拘押候审。还请向府内通报吧。你等着。
不知道王爷病着吗？外面乱哄哄的，干什么呢？请世子妃见谅，末将等是奉了宫中与内阁的诏令。诏令是给我的吗？当然不是给世子妃的。既然不是给我的，那我一个字也不想听，你也不用再念了。世子妃无需接令，只烦请向府内通报一下就是。老王爷，或者怀化将军都可以。老王爷卧病在床，怀化将军在榻前侍疾，这是身为人子应有的孝道，不容惊扰。长林府上下听令。是。谁也不许给我进去胡乱通报。是。世子妃既不肯听诏令，又不容人通报，未免有些太不讲理了吧？讲理？这金陵城什么时候变成讲理的地方了？论理，这诏令不是给我的，我一个字也不用听。这长林府上下，自打我进门起，我就有权管束。怎么，你个外人还有异议不成啊？世子妃实在是欺人太甚，如果再胡搅蛮缠，休怪末将不客气。你要真有什么不客气，冲着我一个人来就行。我今天还把话放着，这长林府有一个人出手相帮，就算我欺负你。你就看着，我是蒙氏门下出身，实在拉不下来这个脸。再说你这官职不比我高半级吗？孙统领，孙统领，哎，在呢。说好了，我们巡防营只是协助，